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手中有千金文的人，天赐福星，注定一生享尽荣华富贵。手相学又称掌纹学、手纹学，香港人叫掌相学，是古代的一种相术，与面相、骨相、气相等合为四大相术。一般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手掌的形状、大小和手掌的纹路，来预测一个人的健康状态、当前运势和赚钱的能力。下面就跟我一起来看看，具有哪些手相特征的人天生财运旺，生来会抓钱。一、千金纹，玉柱纹，也就是事业线朝天，整体看像是一个千字，头端又不与天文接触。这种面相的人能够有很好的家底，而且家运亨通，在事业上能够顺风顺水，自己能够有很好的家底，而且做事也是很顺应时代，能够有贵人相助，所以事业和财气增长得比较快，做生意也是能够很赚钱，能够早年得志，为自己的家庭出一份力，能够过得很好。二、悬鱼纹，鱼纹出现在穴堂部位，在大拇指下方是穴堂，形状如同如倒挂的鱼。这种面相的人是有少年得志的迹象，而且能够得到别人的提拔，做事能够很好，做生意的话也能够有自己的所具备的素养，成为一个很好的商人，一辈子都是荣华富贵，一年挣的钱是别人一辈子都挣不来的，所以能够家庭和睦，能够有很好的生活，做事顺利。三、金钱纹，米字纹又称为金钱纹，一般出现在掌丘或掌心时，面相中这种纹路一般是人缘很好，能够有很好的贵人运，人际关系可会处理，很有情商，能够有很好的老板运势，而且这种人在事业上能够做成很多大事，做什么都是非常成功的，所以这种人能够有很好的度量，而且做事也不会斤斤计较，能够有投资的财气，一般都是投资什么就赚什么，能够赚很多钱，不会有什么赔钱的地方。四、贵人纹，在手掌上有一条线叫贵人纹，贵人纹又叫火星线，又被称为第二生命线，它表示的是祖荫，这个人的家庭比较深厚，主荫能够有很多的钱财，而且有很多的遗产。这种人做事不慌不乱，有智慧，而且触觉敏锐，能够有很好的投资能力，往往是能够有贵人的潜质，也是富得流油的一种人，往往能够成为家中的顶梁柱，做什么都能够做得很好。五、财运线清晰而粗直，财运线也称为水星线，是起始于小拇指根部的竖直纹线，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好坏。如果一个人的财运线长得粗直而清晰的话，代表着财运较好。这种手相的人对于资金的管控能力非常强，有着很强的投资理财能力，属于特别招财的手相，而且人缘非常好，能够获得不错的声望和地位，容易赚到大钱。六、钱财纹数量多，所谓的钱财纹指的是水星丘小指根部与太阳丘无名指根部之间的数条细致的纹路，有的人手上钱财纹较多，有的则较少，手上的钱财纹越多，代表着财运越旺，招财能力越强，这种人一般正财运和偏财运都比较强，事业发展顺利，收入稳定增长，而且偏财运也非常的好，适合做一些彩票或股票等方面的投资，容易有意外之财进账。七、水星丘红润而隆起，水星丘位于小拇指的根部，掌管着一个人的社交运、财运和商业头脑。如果这个部位长得红润而饱满隆起的话，这种人一般很有智慧和才能，商业方面的嗅觉比较灵敏，财运非常好，而且善于交际，处事灵活多变，应变能力非常强，善于发现商机，能够把握机会，只要足够努力，容易获得成功，能够获得丰厚的利润。八、手掌掌纹呈 M 形，
如果一个人的事业线从手腕处向上延伸，穿过智慧线后到达感情线位置，与手掌中的3大主纹形成一个人斜着的 M 形状，长有这种手相特征的人，大多事业心非常的强，意志力坚韧，很有理想和目标，并且会为之而不断努力，有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执着。只要肯努力，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在中年时期必定能够功成名就，名利双收，甚至成为大富翁。9. 太阳丘或木星丘上有星纹，木星丘位于食指的下方，而太阳丘位于无名指的下方。如果木星丘和太阳丘部位出现星纹的话，这种人大多一生的运气非常的好，总是能够得到意想不到的机会，而且身边的贵人比较多，容易得到贵人的提携和帮助，心里想的事情总是能够实现，赚钱非常的轻松。不过这种人大多不太懂得珍惜和把握机会，如果不上进的话，机会再多也会被浪费掉。10. 智慧线有向上的支线，智慧线代表着一个人的家运延伸，如果智慧线的末端支线向上延伸的话，这种人一般理财观念非常强，挣钱意识也比较敏感，非常的有商业头脑，善于发现商机，善于利用自身的长处和周围的环境，懂得借势，特别的招财，能够在不知不觉间赚到很多的钱。但是这种人大多非常的小气和抠门，在为人处事方面不够大方和大度，容易影响到自身的交际，不利于富贵的长久。11. 生命线与智慧线起点有上升线，在相学中，生命线和智慧线的起点处若是出现有上升的纹路，说明其人定是天资聪颖过人，头脑伶俐，做事颇有投机取巧的手段，在自己的事业道路上能够早早得志，但是有时会聪明反被聪明误，陷入低谷。此类人一生中的贵人运强，会有人在其困顿时给予帮助，他们也会趁此机会东山再起，很快能调整心态，从头再来。12. 水星丘与太阳丘出现十字纹，小拇指根部的水星丘与无名指根部的太阳丘之间的部位若是出现成十字的纹路，则有此手相的人会有意外之财的到来。此类人在事业和工作中的运气也是极好的，往往能够逢凶化吉，并且一直有稳定的收入。若是再进行一些投资或是买彩票，有很大的可能会中奖，带来一笔不小的财富。13. 川字形，手相中川字形的手掌，也就是3条线形成一个川字，这种手掌的人是有很好的帮扶运的，娶了这样的女子是做丈夫的非常幸运，因为他们是标准的贤内助，能够有很好的财气，做什么都是非常好的，能够赚很多钱。而且这种人在家庭中也是对全家都非常体贴，开朗大度，也是可以接受其他的，是非常好的终生伴侣，家庭里面什么都不用操心，也能够和谐美满，家庭富贵，所以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14. 手指并拢，手指并拢能够合得起来，说明这个人是有很好的手相的，做事比较干练，与人交流也是比较圆润，能够很圆滑，所以能够主导事情，有力地帮助自己丈夫的事业，丈夫事业上升的话，福气也就自然能够来了。这种人能够懂得如何协助丈夫的事业，而且又懂得收敛，所以自然是能够旺财，也能够和气生财，能够有很好的家运。15. 元宝纹，所谓的元宝纹，就是指手上有杂纹与生命线的纹路相交形成的密闭的四边形或是梯形，而此处元宝纹长得越大，则他们聚财的能力也就会越强。而且大多数拥有这样纹路的人，福气运势不浅，个人掌管钱财的能力也会非常的强，尤其是在投资理财的能力上，命中显富贵，日后必定会大赚特赚，鸿运当头。16. 手掌厚实，手掌比较厚实，能看出这种人的手相是很好的，有很好的运势，一般来讲是天生旺夫有财运的。
这种女人是能够在事业上有很好的成就，而且个人的发展中经常有个人和财运相伴。如果再有利用的话，能够在事业和财运上有不小的进步，所以属于一种很有才气的类型，也能够被人尊敬和羡慕的，从而在这个事业上也能够找到自己的另一半，家庭中也会有不错的发展，能够有很强的家庭的内聚力。17、三奇纹、天纹、地纹和人纹是手掌当中的3大主干纹路。如果这3条主干纹路彼此没有连接，也没有其他杂纹，形成一个川字，就构成了三才纹。古书有记载，三才纹身家业广，治家必有一招鲜。还有另外一种说法，男人穿掌事业顺，女人穿掌财帛多的说法。18、三风纹。三风纹在手掌食指、中指和无名指下方这3个不同的八卦宫位出现的3条竖纹。手相中的巽宫、离宫、坤宫3个部位饱满，颜色红润，家中必有金玉良田。同时这3个地方也代表着命中的财官禄，只要有一处隆起饱满厚实，可说是富贵无极了。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天生富贵的3种手相，你有吗？手相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它通过观察手掌的形状、纹路、肉垫等特征来判断一个人的性格、命运、财运等方面。有些人天生就有富贵的手相，不管是从事什么行业，都能获得成功和财富。那么你有没有这样的手相呢？下面就来介绍一下3种富贵的手相特征，看看你有没有中奖吧。1、木型手相，土星丘发达、饱满、隆起，天生有横财命，容易中彩票。一般手型又长又瘦，比如说的纤纤玉手，都是木型的手相。一般来说，木型的手上面比较容易见到青筋，这个时候如果位于你手相中的中指根部的那个位置，即相学上说的土星丘饱满、发达，明显比其他部位有肉时，说明你符合这个条件。那么你平时可以多买彩票，比一般人中彩票的机会要大，天生有横财命。2、水型手相，火星丘多肉、饱满、凸起，也是容易得横财的命。什么样的手属于水型呢？简单来说，手指偏短，整个手型偏圆，手背圆带厚，手掌多肉，都是水型手的特点。这种手相只要火星丘发达，一般财运都比一般人要好、要大，偏财多、横财多。而火星丘有2个位置，一个位于生命线起始位置与拇指根部夹着的那个地方，即我们常说的大概虎口那里，便是其中一个火星丘。另外一个火星丘位于水星丘和月丘之间，可看图中。因此水型的手相比一般人更容易得横财，更容易中彩票，因为同时有2个火星丘。3、火型手相，金星丘异常多肉，肥厚、凸起，甚至突出一块肉，一般被视为财富巨大的标志。这个位置如果厚，对于火型手相的朋友来说，更容易得横财，有横财命，并且往往还会住上大房子、别墅或多实业或物业。一般手掌偏瘦，手指尖长，看起来干枯，指节突出，或是指尖不规则等，都是火型手相的标志。只要金星丘发达，都是有横财命的象征。而金星丘位于大拇指根部处。4、金型手相，木星丘长的结实、多肉、隆起，占据了整个食指根部，那么就是有横财的手相。其实金型的手相比较容易判断，一般手型偏方，肉偏结实，不论是背还是手心，按下去都是硬硬的，一般就是金型的手相。而且金型的手相，手指顶端都比较平，而木星丘的位置便是食指根部那个地方。5、土型手相，水星丘发达、饱满、凸起，也是有横财的命。相对于上面这4种手相，土型的手相
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其实土形手相就是木形与金形的手重叠在一起，因此那种手型偏长、带又带方。另外，整个手掌偏厚重、结实的，就是土形的手。一般手长的又大又长又厚，基本上可以说是土形的手相。而水星丘位于小指根部处。6. 掌丘饱满红润，在手相学中，往往大家伸开手掌会看见手掌接近手指的区域会突出几个肉包，这个肉包便称为掌丘。掌丘就像几个在手掌上的小山丘一样，因此得名。如果大家发现自己的掌丘位置十分饱满，并且颜色略带红润，那这便是容易中大奖的长相了。因为在手掌上每个掌丘各有自己不同的含义，而如果每个掌丘均饱满红润，则代表此人的整体运势很强，因此中彩票的运气也强于他人，会因为感性因素购买彩票而赢得中奖的好机会。因此，这种手相特征的朋友们要在购买彩票的时候随心所欲一些，反之会增强自己的中奖财运。7. 多条财运线，在手相学中，有一条手纹象征着一个人的财运强弱情况，这条手纹叫做财运线，其位置位于无名指下方出现的数条手纹。如果一个人在无名指下方出现了多条这种竖形手纹，则象征此人的财运情况处于要依靠多方面并驾齐驱发展的状态，因此依靠大奖从而提升财运的情况也包含在其中。对于有多条财运线的朋友，在购买彩票时往往要理性与感性相结合的购买，才会取得大奖。因此，既要分析彩票的一些情况，同时在购买时还要加上自己的感性色彩，便会中奖的机会高出很多，也是容易因为中奖而财运丰厚的朋友。8. 手掌上出现不动产线，不动产线是指连接太阳线和事业线的横线，拥有这样手相的人，获得不动产的概率很高，而且手掌底下越出现不动产线，获得不动产的机会就越快，来源可以由父母赠送，也可以是自己赚钱得来。手掌有2条以上的不动产线时，表示那个人的不动产运很好，通过做不动产可以赚大钱。9. 手掌上出现直关线，如果手掌上出现了直关的线条，说明那个人天生就比普通人敏锐，有强烈的预感，通常在一些投机生意中突然闪现，赚大钱。例如每次买彩票、赌博都必中大奖，从而获得一大笔钱。但是这样的人一旦赚了大钱，就依赖于此，不能及时收手，也很可能失去钱。11. 断掌，在现实生活中，断掌是不太容易见到的，可以说10000个人里面有1个断掌就已经算可以了。对于有这样手相特点的人，很容易就出现了横财，因为断掌特点的人大多数都会有比较机敏的特点，所以更加容易在一些事情上找到了能够为自己增添了财富的东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往往会比一般人更加富有的原因。因此，如果是手掌出现了断掌的人，就不要慌张，因为肯定会有横财的运势在自己的身上。12. 倒纹，发横财的人手掌有倒纹，他们在生活当中一直十分平淡，没有什么大事或者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可是他们的手相决定了他们这一生一定会发上一笔横财，也许是闲来无事买来的一张彩票中奖了，又或者是偶尔的一点小投资突然取得了不错的收益，这都是一定会发生的事。发财不仅仅需要努力，而且还需要好的德性和修养，这就是所谓的重财靠德。13. 手中有手颈线的人，如果是手中有手颈线的人，这样的人财运也会很好的，容易得到横财运的，甚至会有一夜暴富的好机会，真的让人羡慕的。其实手中有手颈线的人做事方面相当的认真努力的，不容易被他人影响到的，会认真的实现自己的梦想，不管是多难的事情都会认真考虑的，当好机会出现的时候也能好好把握的，真的能让自己富贵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的。
14、智慧线分叉的人，智慧线分叉的手相是不错的，也就是说，智慧线末端有向上分叉的，这样的人智商很高的，善于把握机会的，在工作中能发挥自己的才能，赚钱很多的，不仅是正财运很好的，其实他们的偏财运方面也会很好的，容易得到很多横财的，这样对自己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变，会让生活越来越幸福的，真的让人羡慕的。15、手中有直觉线的人，生活中能发现有些人是手中有直觉线的，这样的人天生就是很敏感的，有着很强的第六感的，经常都会想到好方法的，在生意方面是会更厉害的。通过自己的努力是能赚到很多钱财的，生活会无忧无虑的，不仅是正财运好，横财运也会很好的，经常都会得到意外之财的，但自己也要懂得收手的，不然会让你后悔的。如果你符合其中一种，先不说有没有横财，一生之中的财运一定颇为理想，财富的积聚与到来都比一般人要好，要多，并且容易有一些偏财或意外之财。当然，这个世界没有不劳而获的事，也不主张不劳而获，该努力的时候，你还是得好好努力去经历。不是总有那么一句话吗？机会总是为有准备的人而留着的。我比较认同。比如运气一时不济的时候，不妨多充实自己，多努力学习，因为一旦机会来了之后，你想再充实自己，再好好学习，已经很难，几乎没有了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所以不要羡慕运气好的人，其实有些时候的运气不好，反而可以静下心来做点自己想做或感兴趣的事，这应该也是痛苦并快乐着。好了，今天看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拥有哪9种文献的人不愁钱财。手相学又称掌纹学、手纹学，香港人叫掌相学，是古代的一套相术，与面相、骨相、气相等合为4大相术。从手中的纹路，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财运如何。那么，什么手相的人容易一生富贵、幸福健康？我们一起来看看吧。1、星形纹，在小指下方的水星丘处出现，一是代表你有意外之大财，横财可得；二是代表你的子女的财运也会不错，可享子女之福。1、星纹位于小指头上的人，说明其人具有群众魅力，辩才无碍，舌灿莲花，能感人肺腑。2、星纹位于中指下方的人，说明其人比较自我，个性或待人处事方面容易给人刻薄的感觉，因此身边知心的朋友不多，晚年比较容易孤寂。3、星纹位于食指下方的人，说明其人聪明灵敏，理解力佳，能举一反三。4、星纹位于小指下方的人，说明其人思路清晰，条理分明，逻辑观念强，口齿清晰，口才佳。5、星纹位于无名指下方的人，说明其人个性成熟、稳健，不管遇到任何困难，都能不慌不忙，在中晚年时期，工作、财运都会有不错的收获。2、豪宅纹，豪宅纹位于无名指的下方，在天文线的上方，又称金房子，有此纹者，必发亿万之财，多路进财，易跨行业经营集团公司等。手掌中有此纹者，财运非常旺，赚钱的门路很多，能够财源广进，发亿万之财。这个部位通常来说代表祖业、房子、田产、物业等等，一般能反映一个人一生的住宅情况。所以看人能不能住上豪宅，这个部位必须要看。3、田字纹，在事业线、生命线附近出现田字纹、口字纹等之类，田字纹说明命主比较适宜从事诸如房产、土地、土产、矿业等行业，而口字纹则说明比较适宜从事培训、咨询、律师等行业，并因此而发财，财运很好。
适合在商业、房地产等方面发展事业，特别是在事业线、生命线附近出现时，很可能成为巨富。4. 井字纹，在食指下方的木星丘处出现井字纹、十字纹等之类的，说明命主在事业上将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并会因此而获利巨大的财富。富贵纹，手相学中的富贵纹就是手掌巽位的井字状纹，实则大鱼大肉，一则绫罗绸缎，家有积蓄，就是古时人眼中的富贵。井字出现在小指下，这个位置属于钱财的位置，一般人很难得有这种纹路，预示其人不仅事业上能够飞黄腾达，财运也非常旺盛，能够富甲一方。井字纹出现在中指下，属于富贵有钱的手相特征，其人会有飞黄腾达的事业，在财运上也很顺畅，生活上比较富足。3. 井字纹出现在食指下，其人可担任公职或是在事业单位工作，事业上将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并会因此而获利巨大的财富。4. 井字纹出现在无名指下，其人人生之路中规中矩，虽然不至于大富大贵，但是也算是平步青云，有着不错的财运。而且此类人天资聪明，不论从事什么行业都会有不错的表现，成就引人注目。当然，如果你的手具有事业线淡薄、手掌干瘦这样的特征，那么你就是天生的劳碌命，需要后天不断努力来化解自己的命运了，才能福禄双全，好运连连。劳碌命有2种，一是一直在努力付出的人们，但是结果却不尽人意，是属于辛苦操劳的命；还有一种便是足够富裕，但是一辈子还需要操心，不能享福，一辈子都难以请仙下来的人的命运。下面就跟我一起来看看劳碌命的手相都有哪些特征吧。1. 无名指过于短小。无名指短小代表小时候得不到父母亲朋好友的疼爱，家庭并不和谐。而且如果无名指比自己的食指还要长，说明有做生意的头脑，说不定还会发一次横财和意外之财。功利心比较重，赚钱的方式花样百出，只要是能赚到钱的工作都会去尝试去发掘，总是被利益驱使自己的内心，在工作上投机取巧的心理也会不可避免的。凡是想着怎样提高效率，却忽略了质量和过程，认为达到目的速度最重要。这样的人以后在金钱上很容易吃亏。2. 事业线淡薄。我们都知道手掌有几条线，分别代表我们的事业、生命还有婚姻的运势。对于事业线淡薄的人来说，就是劳碌命的手相，意味着命主虽然拥有适合自己的事业，但是却很难通过事业获得自己想要的成就。这类手相的人往往在工作过程中会相当艰辛，必须经过十分刻苦的努力才能获得成功，事业运势不稳定。如果想确保事业无忧的话，就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才行，属于劳碌命。3. 财制线太短，有时很难专注于思考，一些当地的考虑很少，一些当地的考虑因素太过深思熟虑，做那些拿西瓜和扔芝麻的东西很容易。这项工作在最初几年将开始变得粗糙，但整体势头将能够这样做。在情感上，桃花很受欢迎，但要注意运气不好，并与异性共存是非常好的。4. 手指弯弯曲曲。手指弯弯曲曲也会劳碌命的象征，这样的手指常年埋头苦干，不过也有财运会降临在自己的头上，抓住机会就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生活质量和现状，生活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要头脑灵活，善于看清局势。所谓时势造英雄，那也要看哪种英雄，英雄好不好当，人就是要在大形势下认清自己。5. 手指上存在竖纹，大部分人的手指上都是横纹，尤其是每一个指节关节位置上的横纹更是十分明显，这也使得出现明显竖纹的手指比较少见。
如果手指上存在竖纹的话，一般都会比较忙碌，尤其是除去大拇指之外，其他4根手指都有着竖纹存在的话，便是相学中常说的劳碌手，其人一生都需要为了生活而不断打拼。6. 手掌干瘦，俗话说手大抓草，手小抓宝，手掌圆润的人才是有福的命。但是手掌干瘦这种特征的手相，从相术上来看，他们对工作十分的重视，工作中若是有一点没有做好，都会睡不着觉，属于操心的命。但是这类手相的人，事业运势整体来说不是很差，但是财运并不是很出色，因为手掌无肉是无财的象征，所以也是劳碌命。7. 手掌平平且薄，手掌薄，肉少，摊开手掌中心很平，这样的手相说明这个人的人生庭中没有财运，没有遇到横财，也没有发意外之财的机遇，在工作上胜任不了公司里比较重大的任务，财运就这样被挡住了，成为了一名普普通通的打工仔，每个月的微薄收入勉强支撑自己的生计，一生存款比自己的脸还干净，到了晚年的时候还要自己出去干活才能安享晚年。总之这辈子忙忙碌碌，碌碌为味，发不了财。8. 断掌，断掌的手相一般就是感情线穿过了智慧线，然后一个人的手相，那么就都是属于到在事业上的发展都是会很好起来。而对于如果是智慧线的话，那么在事业上都是可以有着很好的一个的发展起来，在事业上的发展都是会不错的。而如果是断掌，那么就是一个不具备了中断的，甚至就是可以说都是不需要很长的起来，甚至就是一个更加容易会有着很多的坎坷的命运了。而在事业上的发展都是不好的。9. 无名指的漏痕，无名指的出现了一个部位出现了一个微微的漏痕，而且如果是一个部位都是一个很漏气的话，那么在方面里甚至就是直接有着一个很负面的起来，甚至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降低的话，那么如果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的话，那么更加容易会有着一个很负面的一个影响的。而且在这方面的一个起伏的。10. 手指骨感无肉，在手相上面看的话，一个人的手指有肉修长，手掌丰满是非常好的手相，这种手相的人往往是有很好的财运的。但是手指若是长得很骨感，而且没有什么肉的人，一般都是财运非常差的人。这种人人生都会为了赚钱生活而忙碌个不停，就是他们付出很多的劳力，但是能够赚取的钱也是足够维持基本生活而已。所以不管什么年龄阶段都会在忙碌，一生忙碌。11. 手相没有财运线，财运线顾名思义是关系着我们财运、财富、金钱的纹路，此纹路与一个人的富贵相关，金钱运势也密切相关。如果一个人的手相中有清晰而深长的财运线，说明他们本人的财富运势很好，财运亨通，可以求财顺利。但如果一个人的手相中没有一条财运线，并且财运线非常的模糊凌乱的话，说明他们的财运不佳，命中无财，只能劳碌一生哦。12. 拥有反抗手纹，手相中反抗线位于感情线下方，拥有这种手纹的人天生逆反心理较强，不喜欢被约束，也不愿听从他人的意见，较为自我，喜欢自由。拥有此手相者人缘很不好，容易与他人发生矛盾，在婚姻中也是不懂得包容，这样性格的人对事业和婚姻方面来说都是不利的。若有2条反抗线，会更加一事无成。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